是少保朝放郎，起居舍人，资子靠。群臣兵部尚书江陵将军，此子今日代，前9岁，前来之后，便赠送。于此慈禧一项，御书父子手子各一体，白玉餐具群套，紫檀苗件全套家具整堂，主人出言。没来晚吧？邢老官，你在上海的事情我听说了，很对我的胃口。我问你，欠我的人情还记得吧？啊，记得。现在有件事儿需要你出面，你能干不能干？他自然会答应。九帅委以重任，我只怕我能力不够啊。我这是何事啊？又来这套酸文假醋的东西啊！九帅交代的一定是国家大事，我怕我能力不够，别替我乱答应。嘿，急了。要你出来救市，敢不敢？没想到我长子晚年还有这么一福啊！老天对我真是不薄。我这位古兄弟啊，错了啊！错，又叫上兄弟了。姑爷，兄弟，叫什么就是那么个意思。这个人都是天生地养的，没那么多规矩。我这个古兄弟啊，一身侠骨，无论是做朋友还是做女婿，都是我的福气。10年的仗打完了，现在的南京城，夫子庙成了野树林，秦淮河成了臭水沟。以前最热闹的文庙，现在是一片荆棘。这场仗，是是非非任由后人去说。眼下最要紧的是把南京的局面打开。具体要怎么做呢？两江衙门需要一个背景干净和各方都挨不上边的人，还得是有官身、懂经商的。他要把江南7省好好经营一下，尤其是南京城，中外观瞻非同小可。至少让人说一句：朝廷拿回了南京城，老百姓的日子比以前好过了。那总不能说南京城在朝廷手里边还更糟糕了。是，但这个人非得是我吗？古先生过谦了啊！这才是他高明的地方，总要等到别人夸足了才肯表态。那倒不是，我只是觉得自己资历尚浅，若是我出来主持这个局面，怕难以服众，惹人笑话呀。那你说说，还有谁能服众啊？就好像京城有李万堂，浙江有吴才士，山西有靳文才，还有一代茶商李仲登，他们哪个不比我强？他说的话可比那戏台上唱的好听啊！你既然如数家珍，这些人后边的故事你知道多少啊？啊？我酒精没了，好好陪他聊聊。不送。他说不送就不送，你莫多事。你看他身边那些侍卫，最次的也是穿着黄马褂的2品官。你刚才提的那些人，岂能入他法眼？笑死人了。那你倒说说，还有什么更厉害的人呢？有啊，你怎么不说皇上、老佛爷？
看来你还是不知道做生意到底是怎么回事儿。请教了。行，我来跟你说明白。倒酒啊！这李百万，他的后台是六爷；吴财神的后台是左宗棠。至于李中登，偏安一省，没什么大出息。靳文才还行，但据说是个痨病鬼。好一张利口，天下英雄都给骂了。九帅就是不想让各方势力和朝廷插手南京的事儿，但是他又没经商的能力，只好上门求贤了。现在两江总督瑞麟是刚调过来的，手里也没钱，老九就催着他把遣散的军费给发了。10几万大军驻扎在城外，就是个火药桶。你得用商人的法子帮他把这个难给解了。我只怕我自己拼得粉身碎骨，也压不住这个火药桶了。怕了？怕呀！我有老娘，有妻子，当然怕。你先安排好时间，自然有人送你一趟去南京。能做不能做，你到时候看了再做决定。哎，你不是那头的吗？什么时候投了九帅的麾下了？你最近可以啊，仗自己是新郎官，跟我家人没大没小的，投到老九麾下，想得美。12岁选我入宫，我连皇上都不伺候，该跑一样跑。一个老九给我洗脚，我还嫌手粗呢。我的事儿你就别多打听了，南京见吧。恭喜啊！兄弟，行啊！我可头回见这九帅对人这么客气的，你可以呀！这以后出去了，这全天下的官见了你，那我都得低三下四，吓得屁滚尿流的。不找麻烦，麻烦来找我。他们要让我做两江总督瑞麟身边的参谋。这不是油锅里抢饭吃吗？这把人架在火上烤，这差事可不好。可不是吗？报，北京李万堂老爷，请更子李信前来护使，在群堂护子。二哥您吉祥，李公子您吉祥，里边请。哎，我是来兴师问罪的啊！成亲的事怎么不说一声？就差那一杯喜酒，那么令我想着小门小户的成个亲，何必把你从京城再折腾过来呢？以后见到面了，再请你喝一杯。这次来的仓促，礼物带的不够的地方，下回给你补上。那都是小事。李公子好啊！哎，上次在上海，你帮了我那么大一个忙，没连累你吧？什么话？自然是连累我了。所以我心里一直是很歉疚啊。这天底下哪有那么多两全其美的事儿？咱也不能为了赚钱什么事儿都干啊！帮你，我心里高兴；要让我爹赢了，我心里反而不舒服。怎么讲呢？要是所有的生意都得靠巴结权贵才能来，那不是寒了全天下生意人的心呢？凭你这句话，我们得好好喝一杯。哎，对了，你来给我送礼，你爹不知道吧？他知道。爹，这又是要上哪儿去啊？要是事儿不着急，甭叫我了。忙不忙都得你去办，啊！你把这个交给他，顺便有几句话带给他。这谁要成亲啊？古平原，古平原，奇怪吗？记住了，要是这个人打不过，就想办法跟他成为朋友。你呀，告诉他，南京能不去，最好别去。啊，去吧。
顺便看一眼，他这样的人，找一个什么样的媳妇？知道了。你也太高抬我了，像我这种小人物，怎么能蒙你爹那种居上的垂青呢？说起来，好几次死里逃生都是他放我一马，应该我给他送点礼才对。死里逃生啊，就是好事儿。有些事儿我也琢磨不明白。哎，你带我去拜会一下嫂子吧，我门口行礼就成，省得我爹问起来我啥也不知道。走啊，我带你去。给嫂子问安，礼亲，有礼了。给兄弟还礼。哎，咱们是兄弟，交情自然与他人不同。你就进去说一刻钟闲话吧。嗯。还是你本事大。我就知道你肯定饿了。哎呦，香哦，好吃啊。太香了。慢慢吃。抱抱。你好好吃，不够了跟我说啊，我再去厨房帮你偷。帮我偷。谁啊？谷大爷，您兄弟礼亲要走，然后跟您说句话，告个别。哦，知道了，马上来。我跟他说几句啊，马上就回来。快去，快去！哎，你别吃饱了就睡啊，等我。知道了。春宵一刻值千金，我是不是耽误你好事儿了呀？这叫什么话？那朋友还千金难买呢。九帅来了，他们让我去做两江总督瑞林的参谋。你想问的是这个事儿吧？南京的局势现在很复杂，这个地方现在凶险万分，各方势力都在。打下半壁江山，谁不想进去插一脚，分一杯羹啊？不过九帅血战经年，又岂肯把利益拱手让人？我看他推你这么个天不怕地不怕的主出来顶刀的，真是歹毒。你们李家也想在南京插上一脚？当然，我爹受王爷之托，要拿下南方的盐政。毕竟这是一大块肥肉。盐政乃是天下财富之根本，拿下盐政，确实是高招。我来之前，我爹说了啊，这事儿交给我来办，只许成功，不许失败。凡事你要让我一让。好，我答应你。你说这话吧，虽然我不信，但这么说也不枉我们兄弟一场。为什么不信啊？我接了这差事，才开始认真的想。九帅他看上你，要用你，我爹他是知道的。他之所以把盐政的事情交给我来办，不是因为真的信任我，而是觉得把我搁这里头，你做起事情来会碍手碍脚一些。
这些人拿我们当卒子玩。不过有句话，我想说给你听：哪怕将来有一天，我们兄弟真的反目成仇了，但生意归生意，我不会害你。我也不会。我怕你没吃饱呢，我又给你装了俩。我不吃了，你别跟别人说啊，我吃这么多。哎呀，好家伙，你够讲究的，一盘给我剩了一个。你不是说不让我睡觉吗？啊，是啊。啊？干嘛呀？干嘛呀？不睡觉干嘛呀？不知道啊。干嘛呀？嗯？干嘛？干嘛呀？干嘛呀？你说干嘛呀？干嘛呀？干嘛呀？不知道啊。干嘛？不知道啊。干嘛呀？我不知道要干嘛呀。谁呀？哥哥在里面吗？哥哥姐姐的，找错人了。有完没完啊？王爷来了。哪个王爷啊？额夫，你把科尔沁的勇士们都忘了吗？啊！哎，天哪，王爷，各位兄弟都来了。哎，王爷，您怎么来了？我刚从京师过来，见到了天可汗。听说啊，你要成亲了，怎么也不告诉我和福晋？是不是把我们给忘了呢？一天都没敢忘。愿王爷和福晋福寿无极，白头偕老。这小子对你好不好啊？我把科尔沁勇士带过来了，把他们留在这儿，好好伺候你，省得有人欺负你。王爷，你这说的哪话呀？我怎么敢欺负玉儿呢？再说了，那这些勇士都是当年护送我回安徽的好兄弟，我哪敢使唤他们呢？我大老远过来，不好好款待款待。哎呦，我都糊涂了，我去招待酒席啊！哎，老二，啊，这什么情况？不知道，来了一群人，说是什么王爷，连厨子都轰走了。额驸，到旁边的小帐篷去换衣裳，快请。我这不穿得好好的吗？您穿的呀，这是汉人的衣裳，咱们的格格成婚可不能再穿成这样，王爷会不高兴的。
真好，深得我心。我没喝死吧？活过来了。王爷呢？走了，第2天就走了，让我们明年再去一趟科尔沁。好啊，等明年再死。你还记不记得你那天抱着王爷哭？啊？没有吧？说什么也听不清，好几个人才把你拽走。你骗我的吧？我怎么记得我很早就晕了，然后就倒了呀？王爷把佩刀都许给你了，还说封你为科尔沁的巴图鲁。什么图鲁？巴图鲁，就是勇士的意思。啊！哎呀，还勇士呢。醉了1天了，吃点东西啊。现在别让我吃了，我难受着呢。我爹说了，你吃一点就能醒了，听话。我现在整个人呢，翻江倒海，我吃一口就能吐出来。你吃一口，我就让你抱一下。哎呀，再吃一口。娘，您别光说好，有什么问题您告诉我就调整，下次我手里就有个准了。好，我没那么多讲究。哎呀，这2天菜做的多可真不怪我，那谁知道这家里就我一个真爷们儿？你看四爷、廖师傅，还有我哥，喝了没2口全都不省人事。你快吃吧，吃了好几天折落了。让他们多睡一会儿。醒了。哥，快来吃饭。哎呀，娘啊，我躺了多久了？3天。你饿坏了吧？啊，赶紧吃，今天是玉儿主厨。你看你那点出息，醉成那样，古往今来你是第1人，你打呼噜的声音全村都能听见。我吃好了，你慢点儿，没人跟你抢。这是你做的，手艺不错啊。能尝出好坏来了。我就记得你跟我说过，我吃一口，你让我抱一下。这时候记性倒是挺好的。春宵一刻值千金啊，老子都亏死了。娶个媳妇儿回家，自己连睡3天。媳妇儿，媳妇儿啊。干嘛呀？我之前怎么没发现你这么什么？没皮没脸？在你面前要什么脸皮啊？我是说，今晚无论如何要洞房啊！要洞房了？我看谁敢拦我。古先生，先生，你们找谁啊？标下虎子营游击将军张二虎，给先生请安。我不是什么先生，你们不必行这样的礼，起来吧。
先生是御赐的安抚使，难道忘了吗？总督大人派我们过来，说先生虽然没有官职，却身份清贵，让兄弟们不可怠慢。咱们生怕失了礼节，派人盯着，等先生酒醒了，咱们兄弟们才敢进来磕头。哦，你们是两江总督府的人。总督大人呢，盼着先生到南京。吃完饭，咱们就动身吧，顾先生。你要出门啊？你怎么都没跟我说啊？不是，我要去哪儿啊？自然是迎您进南京啊！您不是答应过总督大人，婚后3日就去做事了吗？现今儿3日了，怎么就走啊？我总得准备准备吧。敢问先生还需要准备什么？标下的兄弟可以帮忙。是这样，我刚成亲，一大家子人呢，不能说走就走啊。总督大人吩咐过，先生是个大孝子，无论如何让把先生全家都带到南京去，以免思念高堂，没法认真做事。标下就在门外候着，先生吃完招回上，咱们即刻动身。给先生请安，给先生请安。你这还想入洞房？现在想自刎都来不及。4位大人，还有1日1夜就到江宁了，你们别这么杵着了，怪累的，回去歇着吧。顾先生，哎，为古先生站班，不累。我老娘觉得你们累，她特意吩咐我务必请4位大人回屋歇着。屋里已经备好了茶点，大家说说笑笑的，很快就到了。好，那就你先当值吧。哎，请吧。李将军是哪里人？标下是浏阳人。啊，浏阳人。顾先生，南京城里头几十万军队滞留，朝廷想解散，又发不了饷，大家伙的怨气是越来越重。顾先生，这些当兵的10年血战，可不是良善百姓，我们这些带兵的心里头也害怕。江宁城就快变成火药库了吧？所以，要请一位圣手，经营东南，稳定局面。我们兄弟出来的时候被叮嘱过，先生就是掉根头发，我们弟兄4个把脑袋摘下来回去复命。其实你们心里都清楚，这就是把我往火坑里推。现在底下的军心很不稳了，着实快1年发不出饷来了。但是先生，大家伙真心不想造反，可要是逼得狠了，刀头嗜血的勾当干惯了，再乱一次，想想都让人害怕。万万不可！我之前在上海看到他们洋人坚船利炮，就好像野兽一样，准备择人而食。我们本来就老大欺弱了，要是再闹一次，整个国家就完了。我姓顾的，能有多大力使多大力吧。先生有这等菩萨心肠，我们弟兄4个就是拼了性命不要的，也一定会护卫先生平安。愿顾先生马到成功。马到成功，行吧，借你吉言。知道大人这几日一直在沉醉，今天能在船上行周公之礼，特意预备了戏班子和鼓乐队，给大人助助兴。你们怎么什么都知道了？不需要啊，大人不需要。那人。
尝尝。这怎么那么酸呢？这什么果子露啊？回二爷话，这是酸梨汁，吃完东西漱口用的。啊，行了，你们也不用伺候了，还有你们，下去吧。是。哎，娘，吃鸡。四爷，这是您的。哎，这块更大，给廖先生。其他人我就不伺候了啊。我说你们这一个个到底怎么了？啊？啊，这一桌的鸡鸭鱼虾鹅的，是你们亲戚的？是亲戚他也熟了，吃吧。不说话，没人把你当哑巴。一个个上不搭眼的，跟上了贼船似的，搞得我都没胃口。老大，你惹了多大的祸啊？不晓得。背刺厚礼呀，看来他们是想买你的命啊。要只是买我一个人的命，那也就罢了。他们做得太绝了。这是要押上我全家的命。谁的命？你不知道我要去南京处理一件事儿？我知道啊。你不是要去南京当大官吗？不是什么当大官。这件事情处理得好了，我们都可以活着回来。但要是处理不好，我们全桌的人都得掉脑袋。不是，哥，我就不明白了，别人当大官的都是发大财，娶好几房的姨太太，你倒好，把我的脑袋也别裤腰带上了。1年前，村子里面过乱兵，全村的人都躲到了山洞里边。军队一过10几天，大家伙没吃的没喝的，又冷，又不敢生火。那一次，几10个孩子和老人睡着了，再也没有醒过来，活活的饿死了。那命不是自己的，老天爷想拿就拿了，可那不是打仗吗？怎么现在？后悔了吗？郭爷，我就问你一句话，不是让你去做伤天害理的事儿吧？不是。那就干了。我年轻的时候也当过兵，真正到了战场上，掉头逃跑，死得更快。你把后背都卖给人家了，只有往前冲，才有活着的机会。我常思什么都不怕，我姑娘终老有托，我还怕什么？老太太，愁是没用的。我常思啊，走南闯北这一路上就明白了一句话：车到山前必有路。来，大家端续杯，先吃饱喝足，到了再说。常四爷，你真是英雄气概。我平日里不喝酒，我今天陪你一杯，祝我们家老大顺利。是这话。来吧，死囚上路，还有脚力饭呢。老太太，对不住了，我可先吃了。吃。你不是饿了吗？怎么不吃了？那咱俩还没成亲呢。
我不想死。我呀，给大家唱个小曲儿。好。孤王酒醉在桃花宫，好，暗诉媚神来，桃貌容。没想到他们准备的这么用心啊！人家让你卖命呢，怎能会不用心？我的命已经卖给你了，他们要不去。油嘴滑舌，夫妻同命。就算哪一天我真得罪他们了，被他们砍了头做了鬼，我还是想陪着你。这辈子不够，就下辈子。全家人都等着你带大家回来呢。我们还有好久好久的以后。等一下啊！小子不是古先生，别人不狂，别人会灭。这帮人非要闹个全天下的事。恭祝古大爷、古大奶奶白头偕老，古先生官运亨通，古大奶奶风平永气。古先生，请。啊。公公大人到！大人。好，诸位少礼。古先生到了吗？学生在。不称属下，称学生，是何道理啊？傲近乎吗？我只不过是一介草民，实在不敢自称是大人的属下。不过我早就听闻大人是翰林院的老前辈，又是闻名于朝野的理学大师。我虽然被革了功名，但一直以读书人自居，所以自称是学生。哦，没有功名。这也不算什么啊！孔圣人、孟圣人，哪个有功名啊？啊，不过这话我倒喜欢。是。说到理学嘛，那可是惊天伟地的学问呐。夫子曰：“人之异于禽兽者几希？在于依天理灭人欲耳。”江南之乱，就在于理学不兴。曾香香打完了仗，拍拍屁股上朝里做官去了，留这么个烂摊子让我在这儿补过。几十万人马呀，驻扎在这两江地面上，管本大人要吃要喝，哎，这就叫禽兽。大人，
我们家从京师运来的银两，今日已经交割了。不知这江南的盐田和盐店的地契，何时可以兑现？孟子曰：“何必言厉呢？”你听听，你听听，孟子都说了，别老盯着那点盐，再等等啊！大人，标下有一主意，我们血战拿回的这些盐田，可以分一部分赏给下边的士兵经营，要不然这些士兵们就会说，他们拿命换来的东西，却让这些奸商们过来发财，这心里啊肯定有气。奸商，我们家地契都是偷来的、抢来的。老百姓死了这么多，谁知道这地契是真是假呀？哎呀，就那么点盐田，够分的吗？啊，给谁不给谁呀？圣人说了，天下之事，不患寡而患不均。大人，你少在这跟我废话，去。大人，可是这可什么事啊？啊，朝廷瞪着眼睛盼着军队遣散，军队呢瞪着眼睛盼着赶紧发银子，好回去买房子、置地、娶媳妇儿，盼得眼珠子都红了。哎，你们要是在这儿经营盐田，那咱还遣不遣、散不散啊？什么主意这是？行，退下去。这打了10几年的仗，军队穷，老百姓更穷。我知道，你们都不愿意亏待了手底下拼命的那些弟兄，想早点给他们发钱，回去抱儿子逗孙子去。哎，所以呀，我才请来了李新公子，还有古先生这些年轻的商界翘楚来给咱们出主意。只有南京繁华了，老百姓口袋里头有钱了，税能征得上来了，这才是正办啊，哪能夺百姓之财呢？啊，再说，京城李万堂、李百万，那是本都的好友，他派公子前来做买卖，买盐田，那是两江的福分。以后你们不许再说这样的话，为难他啊！大人英明。大人，哦，坐吧，啊。哎，坐。啊，坐。都说你有大才呀，何以教我呀？我陆陆续续的听说了大人的一些困境，还不知道大人想怎么做。你先说说，你对做生意的事情怎么看吧？我视生意为大道。哎，先生错了。士农工商，商乃微末之道。孔子曰：“小人喻于利，君子喻于义。”大人错了。你说什么？我说大人错了。生意嘛，无非是买卖二字。那当年孔夫子、孟夫子熙熙攘攘跑遍天下，为的又是什么？那自然是为了拯救天下苍生，建立道统啊。那如何拯救苍生？如何建立道统？无非是游说各国的君主兜售自己的政治主张嘛。大人都说到兜售二字了，这难道还不是生意吗？狡辩！那要是没有生意，天下事物则不能流通，人老死乡里，至今还过着学居生活。难道说生意它不是大道吗？坚船利炮，国家得失，民族兴衰，都由于此啊！怎么能说生意它不重要？要是你这么说，倒是
有几分道理。如此说来，这做生意的人和读书人一样，都是求道者了？本无区别。读书之人，求官是小道，救天下是大道；做生意的人，求财是小道，富天下是大道。学生不才，有一颗心，愿追求大道。大话人人都会说，我听的也多了。先说说你的道心啊。我初涉商海，觉得天下万事万物不过是谋利的工具。只要能做到言必信，行必果，双方得利，便是大道。但所谓双方，就是把这个道给看小了。就好像两军作战，在乎一城一池者不是将才；就好像我之前做茶商，只有见识了全省乃至全国的茶商之路，我才知道我自己应该怎么走这条路，我才能看清全局。但如今我的心思又有些改变。我在想，何必拘泥于某一行，或者汲汲于某一业？自我来了南京城，看到八方凋败，民不聊生，我就在想，这是一门好生意。若是可以，我愿辅佐大人，谋天下，经营江南。哎呀，狂生啊，真是个狂生啊！连我都不敢说经营江南这样的话。不过如此道心倒是可以嘉许啊。你也别光做个口头上的说啊，还要看实效。若得实效，大人需听我调遣。听你调遣？小家伙，这话说的有点狂妄了。我来江南，不为求财，不为求官。大人把我全家都弄过来当人质，我只求他们可以平安回家。你真的不要钱，也不要官？要官要钱又有何用啊？只怕哪一天大人的麾下再乱起来，江南一地生灵涂炭，我的家乡再被毁一次，那可真就是无望了。不论是国家还个人，都承受不起啊！大乱之下，官、钱又有何用呢？好，我就信了一回。只要能像你说的，真的能够经营江南，恢复生产，哼，我做个听差又有何妨？哼！快，准备射箭！大人和谷大人要出门了。是去营里吗？谁跟你说去营里？别废话，听命令便是。大人携谷先生赴秦淮河，公干。回去吧啊！谁让你们跟着的？回去。走。怎么？不是，走吧。停！谷兄弟啊，这个马大人，快点，
别叫大人了，你要这么叫，到不了天黑，整个南京城就都知道我来逛秦淮河来了。这是有辱斯文，有辱官体。我呀是搞理学的，你这不是毁我吗？这不是？哎呦！哎呀，这么多家，这都是。咱们逛哪家呢？问我来过啊？我是搞理学的，那讲究个非礼勿视。那要不就这家吧？哎呦，不行，这家那姑娘老没意思啊！不行。那您说？这家，那家，去敲门去吧。来了。哟，您这是老客新客，想怎么玩啊？我对此事一窍不通，知道怎么问呢？我也不知道啊，我哪懂啊，非礼勿视。那您要这样的话，正好，我行李还没打开呢，我收拾东西，我回安徽了。哎，小 C， 你这是回我，你知道吗？啊？我问你，真能赚上钱吗？赚不到钱，我把脑袋给你。现在几十万大军等着要响，就好像坐在火炉子上烤一样。这不是在帮我，是在帮您自己啊。行，哎，找姑娘赶紧的都叫出来啊！我要打茶围。这个姑娘1人2两银子，娘姨半档7分，大茶壶5分啊！哎，先给我上4干4鲜8个果盘。哎，对了，让姑娘们捡那个得意的小曲儿，先唱起来啊！快点！好嘞，来，都赶紧收拾起来啊！快点，麻溜的，来搭行家了！来了，快！怎么叫姑娘？我不懂啊。你还不懂？你开这个的吧？哎，那个有黎州的姑娘吗？哟，您这是大行家呀！不敢骗您老人家，有2个。这我要是年轻2岁呀，我都想啊，好好的伺候您。你滚！是，你等着啊。理学大师，果然是名不虚传呐。我这脑子也算是坏了，陪着你出来撒野，我这一世的清明啊！哎，你看着吧，早晚传到皇上耳朵里去。哎，来，姑娘们来了啊！2位久等了，快，赶紧招待着。老爷，请喝茶。好。人家说秦淮八艳富丽堂皇，不似人间。今日一看，跟个烂泥沟似的。您要是10年前来啊，那还不亮瞎你的眼？现如今呢，是真的不成。那我问你啊，如今还能走画舫吗？画舫走是能走，就是坯旧了，还特别脏。你去收拾一下。今日既然来都来了，咱们也要游一下画舫。你别小看了这位老爷，他可是两江。哎，兄弟，咱们那点钱就别跟秦淮河这儿显富了啊！你要玩画舫就玩吧，废什么话呀你？赶紧的，准备去啊！好嘞，来，好好伺候着，曲儿快上。再说弄死你！哎，不能喝了，绝对不行！哎呀，这不能喝了！这都是土不腥腥的。哎呀，你们这都领导人喝呀！哎呦，我说兄弟，你就不帮一杯吗？就这么绝情啊？我都喝了
快2斤了吧？啊！你说过来玩，自己又不玩，该罚。喝。哎，行，好。哎呀，你看你，别动着啊！晚上，哎，大爷，好，哎，大爷，姑娘，喝，来。哎呀，再来，唱得很好，谁教你的？回大爷，是我阿娘教的。你阿娘人呢？我娘今年春天已经没了，我无钱与她安葬，只能将她的棺木寄存在庙里，等到挣够了银子再行下葬。哦，你阿娘她叫什么名字？她叫大姑。啊，大姑？还有人叫这样的名字？你年纪轻，不晓得。这个大姑要放到10年前啊，那还了得？你这花上几百两银子啊，连面呢都未必能见一次。绝代佳人，可惜了。我说大哥，刚才我听说这个唱曲的姑娘啊，她娘叫大姑，10年前乃是此地的花魁，有钱人花几百两银子都不一定能见上一面呢。嘿，我可没钱，有钱也见不着了，人已经死了，今年春天的事。死了，跟我说得着吗？你真是来，现在棺材还停在庙里呢，无钱下葬，您不如发发善心，给人家埋了。是呀，大爷。你说的对，听你的啊。既然如此，不如好事做到底，再给他追加一副挽联如何？我不会写。多谢老爷仗义相助，祝阿娘下葬，祝大爷恭候万代，福寿无极。是。兄弟，我跟兄弟商量一下，准备纸墨啊。好嘞，收走。咱们能不能先商量商量？我这，哎，你别打扰，我正在想转词。哎呀，咱们好不好回去想啊？回去想。您忘了之前您是怎么说的了？好，来，来，大姑，上联就写大抵浮生若梦，姑，下联就写姑且从此销魂。好，真好，哎。施舍棺木，题写挽联，这是泽及枯骨，积阴德的大好事啊！爷呀，您这肚子里这都是才华呀！肚子里东西都让你看出来了。哎呀，大哥，好字！嘿。这和你那副挽联也是绝配啊！只是有一点不太好，哪儿不好？还未落款呢。落款我写什么呀？写你的名字呀。不行，你忘了我说什么了？你说什么了？一切听我的差遣啊！想要遣散军队要钱呢，钱你不想要了吗？我写你的名字行不行？我求求你了！要写我的名字，我何至于要带您来啊？只有落了这个款，写了您的名字，这个挽联它才值。你说值？当然值。你再说个理由。我一路来的时候跟很多军官聊过，他们这打了10几年仗，眼珠子通红，就等着闹事造反呢。我想他们要是攻进两江总督府啊，枪啊刀啊对着你。到那个时候，孔夫子、孟夫子能保得住你？你铁脖子也不好使。你闭嘴！哎，啊！
下跳板上岸，走了。这是林，这谢大人赐此处没有天理哦。哎，走。主都和那个古大人昨去秦淮河了，白纸黑字，那是千真万确。各位，胡兄，刘大人，你可别动！你干嘛去了？没干嘛呀，过来站班呢。他们说你昨晚跟两江总督逛秦淮河去了，真的假的？真的。你还有这个爱好？食色性也嘛，有什么大不了的？这事是真的呀？真的假不了。大人今日身体不爽，各位有什么事就写冰帖吧。另外，武先生跟我来一趟。大人点名要见你。啊，是。顾大人。大人啊，你坑死我算了你！我今天已经说服我自己800回不杀你，你是不是诚心过来糟践我的啊？我本不想来的。是大人逼我来的，我算是瞎了心了。你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你还问我？哎，你是不是应该跟我解释解释啊？我解释什么呀？解释。你说说，你到底想干什么呀？啊？你说的那个钱呢？大人饱读诗书，难道不知道这天下堂子里供奉的祖师爷是谁吗？那不是诗书里头还写这个？书上还真写了，孔夫子这一生没夸过几个人，这其中就有齐国丞相管仲、管子。哎，别卖弄啊！说，当年齐国地辟人稀，管仲就搞了个女驴，这个女驴就是现在秦淮河这一套。结果呢，不出3年，临淄大成，摩肩接踵啊！我知道大人是理学大师，存天理，灭人欲，但这天下事，要是背了人欲，可成不了啊！秦淮河自古以来便是文人雅士流连忘返之地，所以我想请大人从库中拨出10万两银子来，一来呢，是给秦淮河清淤。2来是无息放贷给那些堂子，让堂子里的人多买些簪环首饰啊、衣料啊、美食茶点什么的，并迅速把这个消息给它放出去。那么天下商旅闻听之后就会接踵而至，来的人多了，做生意的多了，走动开了，那税不也就上来了吗？到时候大人还怕无钱可收啊？我说这叫什么话呀？哦。我拿着官府的银子，借给那些风月人家，这要是让言官知道了，揍上我几本，可怎么得了啊？那揍上几本，无非就是说您沉迷酒色，不比局面乱了要好多了。话是这么说呀，可这天下百官可都看着呢，我堂堂的一个理学大师，就这么胡来？哎，你把你肚子里那本账给我说清楚了啊！1分钱没赚来，这又要走10万两，不整。夫子也说了，食色性也，天下众生，无非饮食男女。我相信，只要秦淮风月重建起来，应该不出1年，这金陵城的元气应该就能慢慢恢复起来。
笑话！哎，这恢复元气靠他们？那不然呢？重修一下考场，印几本四书五经，就能恢复元气吗？大人呐，咱们一开始就说好了，要共同经营江南。既然如此，我们就要用做生意的眼光来看。生意嘛，无非是一出一进。大人若是真肯如此的话，那就是向天下人表明了你想恢复此地世俗生活的决心。先振兴市面，管饱了大家的肚子，投入虽少，得到甚多呀。10万两银子既有实效，同时又是个表态。大人，您说值不值？真的吗？哎呀，这话说回来啊，昨日跟大人一起逛那些堂子，可真是让我大开眼界。大人的那些术语行话，什么时候能教教学生我？哎，行了行了，这话题以后不提了。行，这银子我批了啊！大人菩萨心肠。哎，既然如此，我想请大人再拨一笔款。哎，差不多够了吧？让人家说我到南京来当官，把这钱都用在秦淮河的生意上，这不丢死人呐！哪里，我说的再拨一笔款有2个用处：一，召集全国最好的刻书匠，重建书院，刻4库全书；二，今年重开科考，翻修贡院，文武之道，一张一弛啊！这得要多少钱？还是10万两。哎呦，一个大西瓜切2半，一半给你，一半给你，到我自己这儿没了，那就白鹤亮翅。再买一个。廖师傅，四爷练功夫呢？进屋练内功。哎，廖姑娘，来，我鬼啊！一个个见着我就跑。跟我说说，到底出什么事儿？怎么所有人见着我都是这种表情？哎呀，你往哪儿跑？快说，到底出什么事？哎，古大爷来了！哎呦，古大爷万福金呀！是你们这是？我贺年堂的呀，别碰！认得啊！你们今天那么大阵仗过来找我，先不用来，所谓何事啊？哟，我的爷，你怎么这档口子跟我们这么生分呢？好日子去我们那儿喝酒开怀畅饮，说那么多笑话，怎么到生分了？你别胡说啊！什么时候说那么多笑话了？你们说正事儿。古大爷，我们这次来啊，就一个事儿。这秦淮河啊，上上下下几百个姐妹推我们出来，给您好好磕一个头。要不是您还有大人来照顾我们生意，还给大姑写了挽联儿，你说我们这些人早就活活饿死了。是啊，两江总督还给我们修葺房子啊，拨了银子啊。明天秦淮河就要开始清淤了。你说说，这不就是活菩萨吗？真是活菩我回去啊，就给您立一个生人牌位，跟管仲管大爷呀摆在一起。来，谢谢顾大爷，谢谢。快起来！哎呀，管仲就管仲，什么管大爷啊？好好说啊！还有啊，没有花菩萨，只有活菩萨。行，您说的都对。我们呢，这口也磕完了，正话说完就走。知道您这刚刚新婚，我们在这儿是不是也不太方便呢？那又知道您是两袖清风，所以啊，我们给您家娘子还有老太太准备了一些胭脂，还有水红，还有一些布料，千万别推辞。你要是推辞啊，就是瞧不起我们。对，就是啊，别紧张。我们秦淮河上下呀，160家堂子，姑娘们都说了，日夜给您留着后门。哪怕您不带1个银子，我们都养您终老。好了，不许
谢诸位，多谢诸位啊！赶紧请回吧。大家伙看看，这档口古代也没喝酒，面皮薄啊！这棉花素柳乃是常事儿。接着来我们贺年堂，来会陶宴宴。